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双面镜，我是文艺。那今天一样带来一个大众占卜，进行占卜前要先声明，这是一个集合式的占卜，所以不可能100%符合所有人状况，大家只要取符合自己的现况资讯作为参考就好。那今天的主题是接下来3个月的工作运，好，来看一下，回应大家的要求啦，工作也来占卜一下，来介绍一下今天的第一组，第一道门，白色的门。第二组，棕色木门。第三组，石砖门。那跟以往一样，你们可以选择喜欢的牌组或者是喜欢的门。时间不够的话，可以按暂停。好，那我们现在开始来解选到第一组白色门你们的牌喽。来看一下接下来，你们3个月的工作运。那一样，这一张是最后的建议牌。第一张呢是圣杯侍者，然后权杖8、宝剑9、觉醒牌、骗子、魔法棒跟唤醒直觉。上面的3张呢是接下来3个月的工作运，然后下面的4张的话是建议的部分。圣杯侍者代表的是接下来3个月，我会说70%到80%，你们应该都过得还行啦，就是工作上就还不错，还算蛮顺的。但是呢，还是有那20%到30%，就是你的要求可能没办法达标，然后你请人家帮忙，可能别人要么就是敷衍你，要么就是直接就是拒绝你说他没有办法帮你，然后不然可能有些地方会卡卡的，就是这卡你的那种感觉，就譬如说，你可能需要这个部门帮你，或是你需要这个人给你一些，通过的一个认证，那他就是拖很久，然后不然就是推荐退回来给你说，你可能要用交去别的部门退，就是再让你多增加一些步骤，才让你达到目标的那种感觉啦。但基本上在80%的情况之下，你们想要的东西应该都是最后都能成功，都能达标啦。只是说这中间的过程的话，会觉得有些人就是给你就是有点找你麻烦，或者是说会让你觉得明明就很简单的事情，为什么一定要好像给你搞得很复杂的那种感觉。那当然啦，如果说你有遇到接下来在3个月当中啦，你有遇到那一种可能你需要帮忙的地方，可是对方不帮你的情况下的话，那我会建议你，与其继续在这个人身上努力，不如看看能不能换个管道，或者是换个人去帮你说服，会来得更容易一点。因为我觉得这一组的话，如果有人卡你的话，很有可能就是纯粹就是不给你面子，所以你就算在这个人身上努力，不见得能有成效。然后呢，权杖8代表接下来的话，有些人在接下来3个月会迎来新的伙伴关系，或者是说新的一个可能如果说你们是接单的呀，或是说有客户的话，可能会有上门来有蛮多询问度的。但是呢，并不代表说这些询问度就一定会有成功率啦，只是说至少能让你感觉到接下来3个月的工作是有在像流水一样是有在动的，而不是说一滩死水，好像连询问度都没有的状况，并不是，对吧？那所以做业务的，或者是说有跑动，在工作上有跑动需要的，看官们，在接下来3个月应该都蛮有感觉的，就是蛮有自己在工作的感觉的啦。那可是还是要注意的是，很多事情是起了个头，但可能并没有尾巴，有头无尾的状况是有可能的。但是，对你们来讲，只要工作上有流动的可能，也许对你们来说就是件好事啊。那也许来的10件里面，可能就5件成功，或者是说可能6件成功，但是可能他没有办法100%按照你的要求去做，对吧？就顶多是这个样子而已。
然后如果说是纯粹是坐办公室的，然后你也没有什么特别要去找什么业务啊、跑动的工作的那些看官们的话，那在接下来的话，人际关系上并没有什么特别大的问题啦，对吧？就是当然。就是除非说你有要求别人帮你做事情，不然的话，人际上没有什么特别大的问题。跟大家的交流，然后特别是不同部门的合作，或者是说跟你有距离的，譬如说远方的客户，或者是说外国的客户，那在联络的这个过程当中，都应该还算蛮顺利的。然后呢，宝剑九代表的是，接下来的3个月，我是觉得总体的工作状况不会有什么太大的改变，对，就是平平顺顺的啦。我并没有特别说没有特别看到说啊，你有哪个地方会特别有成就，然后说有哪个地方好像特别会变得不好，并没有。基本上就是该拿到的你会拿到。那按照一般你觉得在接下来这一季譬如说接下来夏季期间。正常来讲，你应该会有什么样的工作内容，会有什么样的工作项目，对方会给你下什么样的单，那大部分应该就是会按照你当初想象当中的那样走，就按照原来的规律走啦，不会有特别大的落差在。所以呢，如果有些人是担心说啊怎么办，好像前几个月啊那都不如预期啊，跟当初可能跟前几年或前几个月都不太一样啊。接下来的3个月的话，应该会让你稍微安心一点，就是某些对于职场上的烦恼，还有或者是说工作的稳定度或金钱的稳定度的话，在接下来3个月可能会稍微能放心一点啊。没有到就是完完全全好像大红大紫，但是至少能让你放心一点，然后能平稳一点的感觉。然后特别针对有想要开发新客户的看官们啊，或者是说，你有打算，在接下来3个月有打算去拉拢客户或是拉拢合作伙伴的话，应该是一个蛮好的机会，多出去走动。然后多认识人，然后特别是跟自己原来工作圈不一样的，或者是说异地的、外国文化的这一种都可以去试试看。然后呢，接下来是给你们的建议。觉醒牌代表接下来的话，因为大部分的看官们在接下来3个月工作都算是蛮平稳的状况，它并没有一个特别大的起伏在，所以还是会建议说，有看到任何新机会，然后或者是说有任何好像别人提供给你一些提议啊，就是说你现在可以冲看啊，或者是说投资看看什么东西的话，还是会建议你说先缓缓再说，不是说不能做，但是看起来接下来3个月，很多事情容易有头没尾，或者是说冲动行事，或者是说可能你如果没有考虑清楚就去做的话，它有可能会不了了之，所以会建议你说，接下来3个月还是以保守一点的态度去面对到任何的投资跟工作会比较好。不是不能做，但是会建议你至少考虑接下来3个月，至少把它花在考虑上。那可能快到这3个月底了，那你再决定要不要去做这件事情，而且不要完全机会给你什么你就答应什么或是做什么，还是会建议你就是以你自己的规划下去做会比较好。骗子牌代表，接下来3个月
不管说是你觉得明面上的好机会，还是明面上的坏机会，都不建议你当下立刻做决定。就是如果说有人提供给你一个好的投资机会的话，就会希望你，不要立刻就好，那我就试试看这样子。那如果或者是说，如果告诉你说啊这个东西不好，你不要做，或希望你离职的话，或者是说你可能去到了一个到了一个新的地方工作，然后你发现里面的环境不好，然后里面的人不好，还是说未来没什么发展机会的话，也不要急着立刻就离开。就是接下来3个月不建议你做任何大动作的决定。对，你可以去接受这个机会，但是接受了任何一个机会，不管好与坏，接受了任何一个机会之后，至少花1到2个月的时间去观察，去给那个机会试试看，然后再去做决定。你要选择离开还是留下，还是要再更进一步、更深的投资？魔法棒是希望你说，接下来呢，行李箱就是接下来3个月的工作，我会建议你啦，以你自己的想法为主啦。其他人的意见呢，可以听听，但是就是还是会建议你，就是以你自己的想法为主。然后不管说别人说什么，你呢以你自己的正面思考为主。如果你觉得这个东西做的是有看头的，你就去试试看。你觉得多去认识人比较好，你就去认识人。那你觉得说，感觉起来好像这个人可以多交流看看，然后多试看看，然后多跟他合作看看，那你就去试试看。只是说，会建议你保守的去在接下来3个月工作上保守的去进展，并不代表说完全不动。该拿的机会，你只要你当下觉得是一个好的机会，你想要试试看，你就去试。但是不要是因为别人告诉你说这是一个好的机会，别人怂恿你说啊这个你一定要去做，你就去做。这个是个重点。接下来3个月以你自己的意见为主，对，以你自己的意见为主，然后做起头。但是呢，做完这个起头之后，至少给自己1到2个月的时间去验证自己的这个起头到底是对与错，不要太快的起了头又立刻结了尾。然后正向一点去看待接下来3个月的工作发展呢，我是觉得它并没有不好的地方，那即便说有些事情可能不如你预期，或者是说看起来是个好的机会，结果是个不好的，即便如此。但基本上也伤不了，就是接下来3个月也伤不了什么你的根本啊。你的基本上工作这件事情上并没有特别不好的地方在。唤醒直觉代表用你的经验下去做判断。你可以跟人家合作，你可以跟人家学习，但最终还是会希望以你自己的经验下去做判断。自己的经验，它可以是有些人会认为他的经验是直觉啦。但是这边会更偏向于是以你自己以往的工作经历，以你自己对于这个行业的了解，以你自己对于自己的能力的了解，去面对接下来3个月遇到的任何问题啊。我觉得这一组的话，对于做开拓业务的，就是第一线的那一种第一线工作的那种看官们啊，是比较好的一副牌。但如果说你是做后勤的话，基本上就也不需要太过担心啦，因为我是觉得这一组并没有看到特别坏的地方，只是说可能对于走第一线、走前线的看官们会比较有利而已。但只是说，走前线的看官们就还是要注意一下啦，很多事情就是以你自己的经验下去思考对，然后不要太，除非说你很信任你的合作伙伴，
不然的话，就是其他人的意见就是听听就好，以你自己的判断下去为主啦。因为很多事情它明面上看起来是那个样子，它其实做起来或是时间拉长一看，并不是那个样子。所以不要太快下决断，不要太过冲动行事。对，然后还有就是，多去认识人啊。然后给你们的建议呢是这一张牌，我看一下，这个应该对焦吧。好，给你们的建议，珍惜当下的那一个，应该说珍惜当下的想法吧。就是譬如说，你今天在工作上遇到任何的事情，你当下的那个判断，你一定会有一个直觉判断，或是一个经验的判断。你如果当下的判断，你认为这件事情该做、该去试，你就去试试看。即便可能你的父母，即便可能你的朋友、你的老师、你的同学去跟你讲说，还有这个东西不可行啊，你不要异想天开了，你不要在那边太过乐观了。但是即便他们如此这样讲，都还是会建议你去相信自己当下的感觉，跟当下你想去试试看、冲冲看的地方。特别是走第一线的人，想要去拓展业务的人，或者拓展自己客户群的人，都会希望你当下你想冲就去冲冲看了。只是说冲了之后，你还是要顾及自己在这个过程当中你的所作所为，还有所说出来的话，就这样子。然后给你们抽几张工作上的意见，给第一组看官们接下来3个月的工作意见。第一张呢是实现明天的理想的唯一障碍是今天的疑虑，真的就是接下来3个月真的很需要相信自己了。虽然说是有一点平平淡淡啊，对吧？有一点平平淡淡，但是呢，是真的还蛮适合去认识人，然后跟开拓发展的接下来3个月的。只是说你要看到成果的话，有些人可能要累积一段时间之后才看到成果。人言而无信，便一钱不值啊。对吧？那你如果说对要去认识人的话，也会真的会建议你说，很多事情就以你自己的经验谈下去做了，就是实打实的去认识人，然后实打实的去跟别人交流，然后不要去过度的夸下海口了。然后别人对你夸海口的时候，你也要三思，到底是可行不可行？以你的经验来讲，那有可能吗？不下水一辈子不会游泳，不扬帆一辈子不会沉船。所以你们第一组真的是还蛮建议你们就是去冲，就是不能说冲看啊，去认识看看，然后开拓看看，对吧？还不用到说一定要下定决心往哪个地方去发展啦，还不需要啦。但是就是去试，去开拓，真的是特别给第一线的人，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在这过程当中啦，接下来3个月，在这过程当中，一定有第一组的看官们会被人家敷衍，或是被人家就是卡关，或者是说拖着，因为不认识你不给你面子的也有蛮多的啦。但是会希望你们不要气馁，不要气馁，就是看你能不能透过其他人去帮你完成这件事情，或者是说，透过其他的方式，透过其他的管道去得到你想要的结果。对于最有能力的领航人，风浪总是格外的汹涌。对啊，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觉得这一组的有一种解这一组牌的那一种感觉，就是
要冲前线的感觉了。对，大家并没有说什么很激昂的要厮杀，没有，我觉得这一组并没有让我感觉到什么那种很大起伏的那种什么厮杀来厮杀去，然后小人很多那种，没有，他只是纯粹就是储备战粮，然后接下来3个月，真的就是要去开疆扩土一下，但是并没有特别大的战争啦，所以这不用担心，这样子。好啦，基本上呢，这选到第一组你们的牌喽。喜欢我们的频道，请点赞啦，拜拜。好，那我们现在开始来解选到第2组棕色木门你们的牌喽，这样当你们最后的建议。好，来接下来看一下你3个月的工作运。第一张呢是宝剑1、权杖侍者、宝剑4、释放牌、星之战者、星牌，还有循环能量。下面的4张呢是给你们的工作建议，上面的3张是工作运的部分。好，我们现在看工作运。第2组的看官们呢，接下来的3个月有2个重点。第一个重点是会有沟通不良的状况出来了，就是很多事情你脑袋中有想法，但是你不知道怎么去组织你的语言，然后让对方去了解，就是可能会遇到一些在说服他人上的困难，或者是表达自己意见上的困难啦。大家其实也不至于到影响太大啦，对啊，只是说可能会有遇到这样的情况，然后在沟通的时候会有一点挫折。那有些人的话是不知道要怎么把话讲了让对方明白，但有些人的话要注意是自己跳跃性思考的问题，就是你讲话太跳了啊，别人可能跟不上你的速度啊，所以接下来如果说工作上是有需要到说服他人，或者是说说话的讲师之类的看官们的话，要稍微注意一下自己在讲话的时候，台下的观众或者说你的听众们他的反应是怎么样的，去了解一下自己有没有讲话讲得太快，或者是说内容跳得太过迅速。对。然后在第2点，这张牌第2点呢是有些看官们在接下来3个月会遇到另外一个状况，就是思想无法定型。就是你有想法，但是就是这边冒一点，然后很快就忘记说刚刚在想什么这样。然后或者是说你觉得 A 很好 ，B 也很好 ，C 也很好，但是你没有办法想到一个计划是包含 A、B、C 的，就是会突然之间觉得说脑袋怎么不好使了那种感觉。就明明有想法，明明自己是聪明的，可是就是没有办法好好的将它变成一个脑中的想法，变成一个完整的计划去成型出来。对，接下来在3个月，可能有一些看官们会有这样的一个纠结感啦，对吧？那但是并不代表说脑子当中就是空空没有想法啦，当然有，只是说，会建议你啦，你如果会有这样的状况出现，就会希望你一旦有想法了，就写在笔记，然后或是把它写下来。才不会忘记，或者是说能更帮助你去，在事后将所有的想法形成一个计划啦。这样。然后这一组的话，也要自己要稍微小心一下，有可能会有冲动讲了什么话，然后祸从口出的情况。但这个祸从口出，它并不是说你一定会得罪什么人，而是说你有可能。没有想得够透彻，然后不小心漏掉了很多的细节，然后导致你的计划是有漏洞的。对，然后呢，权杖侍者代表，不过呢，接下来第2组还蛮值得期待的是，应该会有新的项目或新的人出现在工作上啦，对吧？那或者是说。自己所期待的一些东西终于有一些进展，小小的进展出来了，然后可以让你去试试看，然后对未来抱持着新的希望了。譬如说，有些人会找到新的工作，或者说，转职好像有一些新的想法出来了。那或者是说，接下来好像会迎来一些新的合作项目，然后让你感觉到挺好玩的。或者是说，未来如果说这个项目有做好的话，自己的升职或者说自己的转部门是有期望在的，这样，
啊。那如果说是那种个人工作的人、工作室的人的话，那就有可能学习，有些人会提供你一些新的学习机会，或者是说你开启了一个新的一个工作项目，那它慢慢的在起步。然后也确实让你看到有一些小小的成果出来，然后让你觉得说，未来好像有值得期待的，就是你在做的这个小的东西，或是一个新的机会，它好像未来能变得更好的那种期待会出来。宝剑四代表，这一组的话，工作上也不会太忙啦。对，不会太忙。当然，如果你们觉得忙是很好的事，这一组是有一定忙的程度，可是它不会忙到让你的身体垮掉。这一组的话还是会有，接下来3个月还是有蛮多时间能让你，在该休息的时候休息，然后该出去玩的时候能出去玩一下，然后偶尔得到一下放假的机会，然后或者是说，如果是团队合作的情况下。那可能你的工作做完了，你就会有一定的时间是可以得到休息的，然后让别人去完成他的部分了。就是这一组的话，基本上的话，应该会有一些新的事情或是新的人物进入到你的工作生活当中，或者是说，有可能有些新的小的工作方向会出来啦，对啊，但是你会不会大动作去走那个方向？可能接下来3个月还不会，但至少会让你觉得能有试试看的机会或试试看的方向，是看你自己要不要拿，你自己要不要去走走看，这样，对吧？但是前面第一张牌是要注意一下啦，就是说话、想法这些东西，还是要稍微注意一下自己脑袋当中的状况。然后给你们的建议，第一张呢是释放牌。释放牌基本上是说，接下来3个月不要对自己太过苛刻，也不要太要求自己完美了啦。就是有些事情你可能还找不到方法解决，你还找不到想法可以去解套的话，就不要这么急着说接下来3个月一定要解决它了。我是觉得接下来3个月应该会有一些新的方向出来，让你觉得说也许能有解套的方式，但是它能不能真的让你解决烦恼，可能没那么快。那有些东西呢卡住了还是卡住了，然后想不到方法的可能也还是想不到方法，但是会希望你就是不要着急啦，就是现在解决不了，并不代表未来解决不了。所以才会希望你说，当你一旦有任何的想法或是有任何的机会，都会希望你写在笔记上，对，才不会说忘了。然后呢，心之战者代表你们如果有任何的烦恼，不管说是现在的工作，还是说你想要转职，还是说在找工作，都一样，都会建议你去找自己熟悉的啦。然后或者是说请旧人帮忙去做原来自己熟悉的事情，或者是说回到自己的家乡去做，对，那或者说回到自己的一些可能过往的一些老本行，这些都是可以试试看的。那当然不是说你不能去做新的，可以，但是如果你着急的，你有比较着急的想要接下来3个月有一些比较明显的一些进展或明显的一些进步的话，那会建议你从自己熟悉的人事物下手。星牌是说不要小看举手之劳，因为接下来的3个月，你有可能会在无意间，如果有些忙其实你不需要帮，但是你帮了之后，你会无意间帮到了一些未来对你有帮助的人，也说不定。所以接下来3个月，即便你自己是
不管说今天你是一个爱面子的人，还是一个害羞的人，还是一个本来就很爱帮忙别人的人都好，不管你的个性是什么，都会希望你只要你有看到你觉得你可以帮上忙的地方，你就去帮忙看看。有能当志工的机会，也可以去当志工看看，或许能带给你意想不到的贵人跟意想不到的好运。然后呢，再来就是因为这一组呢要担心，有时候嘴巴讲出来的话，就接下来3个月嘴巴讲出来的话可能会有点刺伤人，所以即便你觉得你讲的只是事实，你只是实事求是，你只是讲出理性的语言，对，就还是会希望你在你跟别人沟通的时候，尽可能的是用同理心，然后是让对方觉得比较温柔的话语跟语句去沟通。对，即便那不是你的个性啦，就还是会希望你尽可能的去提醒自己做这件事情。然后循环能量代表，如果说你们现在在工作上有任何担心跟担忧的事情，接下来3个月它是会慢慢的稳定下来，跟慢慢的找到比较和谐的状态去解决的。大家并不是说你在接下来3个月立刻找到一个办法去解决，立刻找到一个工作，然后就稳定下来了，这样可能没有那么的快。但是呢，就是只要你们只要有试着去做啦，然后想找工作的有花心思去找工作，然后想要休息的放给自己一点时间去休息，然后想要有一些工作上新进展的，然后也有去尝试一些新的方向的话，那基本上呢会后面会慢慢的那些新的方向、新的事情，它会稳定下来，然后形成一个新的，对你来讲新的一个技能啊，或者是说新的一个稳定方向的。这一组的话呢，我是觉得，接下来3个月没有办法迅速的解套，但是会让你找到一个新的方向，在未来可以更加的，就是未来的一个新的方向可以稳定下来。它并不一定是，譬如说你现在在担心 A 的事情，它并不一定是直接找到一个 A 的解决方案来解决 A 这件事情，而是说有可能会找到一个新的 B 的方向。也许 A 还是没办法解决啦，但至少一个 B 的一个新的方向 B 的出现，你如果把这个地方顾好了，慢慢的稳定下来的话，它也许可以慢慢的取代 A 就没有解决了，大家也许它可以起到取代 A 的作用，是这个样子啊。对，然后记得举手之劳，能帮忙就帮忙看看，能当志工就当志工看看，对吧？当然不要累到自己啦，我是觉得这一组应该接下来3个月也还是有蛮多的时间可以休息的。然后呢，给你们的建议是，我来看一下，给你们的建议啦，基本上，不管说对方是你，如果今天遇到你能帮得上忙的地方，不管对方你认识或不认识，对吧？如果说不是什么大奸大恶的事情的话，就会希望你秀出你的，就是对于他人秀出你的仁慈跟慈悲啦。然后还有除了说是帮忙别人这件事情去展现你的慈悲以外，也会希望在你跟他人沟通的时候，你在说话的时候去顾及对方的心情啊。有些事情虽然是事实，但是有时候白色的谎言也不见得是件坏事，对吧？如果别人他已经在谷底的话，就算你给的建议你认为是对他才是有帮助的，但是对于一个谷底的人，你再去讲任何建设性的东西，其实对他来讲也许都是个打击了。所以会建议这一组的人接下来在这3个月当中还要注意一下自己的说话的这一块。
好，然后呢，一样给你们抽一些建议，给第二组看官们接下来3个月的工作建议。再一张哦，好。积极的人在每一次的忧患中都看到一个机会，而消极的人则在每个机会当中看到某种忧患。我觉得呢，这个除了是给你们的建议啦，也包含着当你们今天在接下来3个月遇到任何其他的人的时候，如果对方他是一个本身很积极的人，他的状况是很良好的话，那你可以给他一些建设性的答案、建设性的回答，跟希望他注意的地方。可是如果你遇到的人，他本身已经在很低谷的、很消极的状态，他已经状态很不好了，就不希望你再继续跟他讲说啊，你要担心这个、担心那个，你一定要注意这个、注意那个，你可能会让他变得更加不好。你会在无意之间的去伤到了他，你自己不清楚啊。所以我是觉得这张牌除了是给你们自己本身的鼓励以外，也同时是当你们去面对到这样的人的时候，你们可能要采取的，就要注意的一些态度。对于学习的人才乐于施教，乐意施教了，对吧？我讲错，不然勤于学习的人才能乐意施教了啊！不要吝啬于就是去帮助他人，也不要吝啬于去告诉别人你们的想法，不要吝啬于去讲出你们自己的一些想法，不要害怕他们去偷了你的想法了，因为你们这一组接下来在3个月当中，很多想法可能他透过自己有时候不见得那么容易能凝聚成型啊。那也许你说出来跟他人分享之后，对，说不定有3个臭皮匠赢过一个诸葛亮，说不定你能从中得到一些中间的那一个枢纽，然后反而让你的所有的想法都连起来了，也说不定。合抱之木生于毫末，9层之塔始于垒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我觉得接下来3个月当中呢，可能会有一些新的东西、新的方向，他有一些新的想法会成型，可是他还没有到，就是真的很确切。就像我刚刚讲的，你比较主要的目标跟主要的问题都出现在 A 了。那可是你有试着想去找解套的方法，但既然不能解套 A， 你可能会去另外开拓一个 B。可是 B 在接下来3个月，它也许都只是个想法，它只是个期待而已，它还没有到真的成型。但是只要你愿意起这个头，你愿意去试试看的话，也许最后 B 能慢慢成长的反而去取代了 A。就讲个简单的例子啊，原来你的主业是 A 好了，但是你这主业做的是真的很不开心啊。对吧？你已经看到它后面会撞墙的地方，所以你已经慢慢的在开始培养你的副业，但是副业其实不会来得这么快，它也没办法成型的这么快。但是如果你愿意去经营它的话，它慢慢的，也许可以取代掉你的主业了。投我以桃，报之以李，对不对？这个就是跟你的那个星牌一样，你永远不知道你帮到的人在未来会不会帮到你。所以在接下来3个月，如果真的有机会举手之劳的话，也不要吝啬于帮忙。从善如登，从恶如崩，对啊，就基本上，对啊，好的就去做，对，好的就去做，不好的，对，明知道讲出来的话会伤人的，那就更不要去做了，更不要去说了。你如果能有其他的方式去说去做，就尽量的去用比较善良的方式去说去做了。然后实现明天理想的唯一障碍是今天的疑虑了。如果在接下来3个月有任何新的想法、新的行动、新的邀约，就去吧。
去试试看吧，去走走看吧，然后去学习看看吧。没有说他一定会成功，但至少你可以多学多学也没差啦。只要除非说真的要花很大笔的钱，那我就当然会建议你三思。可是如果只是纯粹去体验看看，那体验一些新的技巧，体验一些新的技能，那对你来讲未来没什么坏事嘛。有一技在身总比对吧？什么就是有不同的技巧在身上，总比你只有一招打天下来的好了。好了，基本上呢，就选到第2组你们的牌了。喜欢我们的频道，请点赞啦，拜拜。好，那我们现在开始来节选到第3组师专们你们的牌了。这样是你们最后的工作建议。那我们来看一下接下来3个月你们的工作运。第一张呢是权杖6、教皇牌、魔术师、命运之轮、祈祷者羽毛、太阳牌，还有塑造身形。下面的4张呢是给你们的建议，上面的3张是工作运的部分。那我们现在看一下你们接下来3个月的工作运。第一张呢是宝剑6，宝剑6代表的是接下来3个月的话，有些人可能会遇到一些挫败啦。我就是还是要老实讲，可能会遇到一些挫败，譬如说跟合伙人或跟自己工作上的伙伴不欢而散，或是没有共识，然后可能会有一些纠纷，或者是说短期的利益短期的投资可能会有失败状况，或者是说有些人可能工作上会遇到一些辞职啊，或者是离职的状况出来，对吧？所以这一组的人接下来的3个月工作运上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会有一些比较负面的动荡出来啦，比较负面动荡出来。那当然，如果想要避免的话，避免的话就尽可能的以和为贵啦，然后能独立操作的事情就尽量独立操作，不要跟你共事的人越多，就是跟你合作的人越多，失败几率就越高，或者是说中间可能会有吵架的几率就是越高的。对，所以你要嘛就是完完全全是顺和他人，就是你完全就是顺从他人，在工作上接下来3个月顺从他人，对。那要么就是尽可能就是独立工作就好，就是不要有太多的合作关系，或是不要有太多的那一种大型投资之类的事情了。然后呢，教皇牌代表的是这个是如果说你们在接下来3个月工作上有任何自己的想法，都很容易被拒绝或者是被打枪啊，就是你如果坚持要走自己的路，会走得蛮难的，而且背后有可能就会被捅刀，就是这一组的话，真的会建议在办公室政治这件事情上，接下来3个月要特别的小心了，不要太出头。然后呢，公司说什么就做什么吧，我不太建议你就是太特立独行，或者是不建议你太有自己的想法，不然的话，一刚开始自己以为成功几率蛮高，但到后面才发现说，其实要么背后有小人捅你刀，那要么就是根本公司就不认可你的想法，要么就是你自己做得很开心，那到后面结果不好了，对吧？那如果说你是个人工作的话，就是个人工作室的那一种的话，那可能接下来3个月当中有一些你的想法你会发现它其实不是很可行啦，就是你要继续坚持你自己要走的路可以，但就是它走得很艰难，而且你必须要有突破，就是你如果要继续再坚持走你自己想走的 A 可以，但是你必须要换方式走，譬如说变成 A++，或者是说A 的2.0版 A 的3.0版，这样你不可能再继续用一样的方式走，不然走得非常辛苦。
然后呢，魔术师代表接下来3个月的话，金钱上真的都要比较小心一点啊，就是工作上我尽可能就低调再低调。然后如果说这么讲好了，如果说你非得要跟人家合作的话，对，我觉得这个是要看你们怎么做。你要么就找一个人依附，就譬如说，在这一个办公室当中，有些人他的人缘特别好，或者说他特别受上司的期待在的话，你就去依附这一个人。就是因为就算出了事情的话，因为他人缘好的关系，所以你基本上也有可能就比较不会就是被扫到台风尾，或者是比较不会有麻烦啦。这样，你要么就找一个人缘好，或是说他本身在公司的状态就很好的人去依附，然后跟他一起合作。那在这个情况下，就可以免掉你可能在工作上会被找麻烦的状况，或者说失败的状况。失败之后，可能那个后果你无法承担的状况啦。对，然后再来是，如果说你觉得你没有办法找到那样的人，那我就会建议你，对，就是要么就是低调，那要么就是配合别人就好，不要当头，对，就是配合别人就好。你就是负责做，我会觉得就是会建议你说，接下来3个月就负责做事情，然后你不要出想法，尽可能不要出想法，因为出想法你可能就要承担那个后果。然后接下来3个月看起来并不是一个非常不是一个非常好的时机点，让你去发挥各种不同的独立想法。这样，对，然后呢，接下来给你的建议，命运之轮代表可能接下来3个月工作上的话都会比较卡，对，就是很多事情他如果没有退步，他就是还是会让你感觉到他持平一直在循环当中的感觉，然后这种循环不是一种好的循环啊。就会觉得没意义，每天上班都没意义的感觉，就是就是接下来3个月对你来讲，它就是熬着的感觉啦，对吧？但是基本上只要这接下来3个月低调的度过的话，基本上应该也不会有什么特别大的事情惹上身啦，对。然后呢，祈祷者羽毛代表你就低头做好自己该做的事情，然后扎扎实实的把工作给完成。该打卡、该上班的时候打卡上班，不要给别人抓了小辫子，这样就好了。对，然后不要对自己期望太高啊，因为当你对自己期望太高的话，你就有可能会去做出你觉得。就是当你想要展现自己的时候，接下来这3个月很容易就让你自己陷入到麻烦当中，所以会建议你就是接下来3个月不要对自己的期望抱持得太高，就是安安稳稳的，然后低调的把你在工作好没电了，好继续，就安安稳稳的啦。接下来3个月安安稳稳的，就是把自己的工作安分的做好，这样基本上就不会有什么特别的事情发生了。然后当然啦，你如果能找到一个人缘好的人，然后被上司重用的人依附的话，那基本上的话，不只能安稳的度过，你也许还能从中得到一些好处啦。然后呢，太阳牌基本上是说，笑脸迎人，千万笑脸迎人，因为我觉得应该说这一组。接下来3个月，有时候其实你也没做什么，你也没说什么，只不过有时候脸臭了点，你就会被找麻烦，或者是说人家就觉得说你好像在生气，还是你好像你是不是有意见这样子，都对你来讲还蛮无辜的啦。所以我还是会建议你说，不管如何啦，就在工作上都是笑脸迎人为主，对，然后尽可能的以和为贵，这样子。好，然后
你把基本上叫你低调做事情，并不是说你就什么事情都不能做，对，你还是可以低调的、暗中的去进行你觉得未来你可能想要做或达成的目标，只不过说不要太急着去跟别人讲你想做的事情，不要太急着去表现你想表现的事情，对，至少在接下来3个月，先以低调稳重为主，这样。那你只要有努力，然后把事情该做的做好，对吧？那该来的时间，该转起来的，属于你的那个比较好运的状况，它还是会来的。风水轮流转了，只不过接下来3个月会希望你们低调一点而已。那过了这3个月之后，或许就会有其他比较好的事情发生了，你就可以继续招摇了。如果你想要变得比较招摇一点的话，然后呢，塑造身形代表的是，会希望你在接下来3个月啦，就当把自己当成是水，你知道吗？就是环境怎么样，周围的人希望你怎么样，你就顺着他们的意变成那个样子就好了。对，就是环境需要你是什么样子的形态，要你去做什么样的事情，你就去做，你就是融入那个形态。对，就算你要演戏也去演啊，就算你个性不是那个样子，也希望在接下来3个月当中，你就是把自己变成是那个大家可能会乐于相处，然后觉得无害的那种个性，会比较好啦。还有就是要注意自己的颜面神经这样子，对，就基本上是这个样子。我觉得这一组的话，要注意的事情应该就这些。对，然后呢，我们来看一下给你的建议这张牌应该有对角，我看一下。给你们的建议的话是，不要太着急啦。接下来3个月的话，就是低调行事。但是3个月之后，你如果应该都在这3个月当中，如果你有低调的。对，明面上低调，但台面下你继续去执行你要做的事情的话，那基本上3个月一过，也许会有一些新的机会可以让你去展现自己，或者是说去收成啦，是吧？就是会希望你不管怎么样，明面上别人眼睛看到的你都是老实、低调、安分的这样。那台面下要怎么做，那就看你自己的本事了。那3个月过后，那你等你自己的时机点转过来的时候，该出手的、该动手的、该展现的那个时候就可以了。这样，然后我们再抽一下，给你们第3组看官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工作建议？给第3组看官的其他工作建议。骄傲的人往往高估了他所拥有的一切。对啊，我会建议你啦，反正呢，接下来3个月我们就低调一点。那，棒打出头鸟啊，那谁要出头，谁被棒子打？除非说他是红人，大红人，上司前面的大红人，还是其他人面前的大红人，就算了。反正呢，接下来3个月你就记得一件事情，就好，棒打出头鸟，你不要当那只出头鸟。然后呢，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我不需要太去在意这些人的想法，你就安安分分的把自己的事情做完就好。那因为你很多事情，你就算是你自己觉得值得，就算你自己知道自己在想什么，可是不见其他人能理解你。那不理解你的人，好一点的只是不理你，或者是反驳你；不好一点的话，还有可能就抨击你，或者是说在你背后
就是插你刀，那你何必，对吧？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啊。接下来这一组的话，这一张牌还蛮重要的，是吧？要注意一下自己的颜面表情。销售世界上第一号产品不是汽车，而是自己。在你成功的把自己推销给别人前，你必须100%的把自己推销给自己啊！这就跟你的塑造身形是一样的牌。接下来环境周围的人想要看见你什么样的心态、什么样的表情、什么样的行为，演给他们看。你自己都相信自己，他们肯定买单啊！以诚感人者，人亦诚而应啊！当然啦，这个不是说你身边的人全部都是就是会被你的诚心给感动。坦白讲，你的诚心有可能是演出来的，就是刻意要演给他们看的。那基本上你只要愿意演给他们看，你只要愿意去融入那个环境、适应那个环境的话，那基本上呢，接下来3个月你也不会有什么样的大问题出现的。事实上，并没有用来鼓励工作努力的赏赐，所有的赏赐只是被用来奖励工作成果的。不管你的想法再好，对吧？上面的不欣赏就是不欣赏，还是说不买单的人就是不买单，对吧？不会因为说你有多努力，你的想法有多好，你有花了多少时间去想把这个东西想出来，所以大家就会感谢你，并不会，对吧？所以基本上还是以你的工作、你的客户、你的公司、你的上司要求的需求的为主就好。其他的接下来3个月，你就也不太需要劳心劳力了，去做一些可能白费工的事情。除非说你自己有长远的计划，那如果你有长远的计划，我就会建议你在台面下做就好。好啦，基本上呢，这选到第3组所有的牌啦。喜欢我的频道，请点赞。拜拜。好，这就是今天全部的解说啦，希望有帮助到大家，那就期待下次再见喽，拜拜。